孩发现它主人有一点不正常，不仅总是用自身的心头血来喂养它，而且因为太过思念，连拉出来的粑粑都是女孩的形状。起初他以为主人只是把自己当成妹妹，直到女孩慢慢进化成人后，绝美并娇的主人突然凑向她的脖颈：“宝宝，你闻着好香啊，能不能让我咬一口？”只因女孩在临死前说了句下辈子不做人，竟直接穿成末世里最弱的小丧尸，而男人则是末日里的最强异能者。此时刚变成丧尸的苏洛一脸迷惑，他看着自己溃烂的身体，不由得惊叫一声，可喉咙里竟发出野兽般的嘶吼。苏洛自己都被这声音吓到腿软，而天空中还下有腐蚀性的酸雨，雨水在皮肤上砸出一个个小坑，虽然感觉不到疼痛，但再这样淋下去，他的身体很快就会变成一副骨头架子。于是苏洛立马来到附近一家超市躲雨，然而刚走进超市，就嗅到一股异常香甜的味道，他顿时本能地搜寻诱人香气的来源，来到跟前一看，苏洛却愣住了，面前不是正在营业的烤肉店，而是个特别漂亮受了伤的男人。他看着那渗出血的香肩，狠狠吞咽着口水。此刻男人在苏洛眼中已不是人类，而是一只秀色可餐的烧烤大白鹅。已经被饥饿冲昏头脑的苏洛迈着僵硬的步伐就冲了过去，可刚到跟前却被不知名物体给绊倒了，不仅脸着地，还把鼻梁骨给摔断了。就算这样，他还是努力的叫嚷着朝男人脚边爬。原来在苏洛刚刚靠近时，齐星就已经做好了防备，不过见来者只是一只毫无威胁的小丧尸，本想放他一马，无奈苏洛明显不愿接受他的好意，即使被捆住双脚，还一个劲的朝男人发出野兽般的嘶吼，一副为了吃肉而不要命的贪婪模样。但下一秒他瞬间恢复理智，因为对方正握着一把匕首朝他走来。苏洛原本喉间兴奋的嘶吼也已经变成恐惧的呜咽，大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催促他快逃。齐星饶有兴致地看着像乌龟一样奋力挣扎的小丧尸，会逃跑，有意识，明显和自己遇见的低级丧尸不一样，说不定挖开脑壳里面还有晶核。于是他举起刀就准备给小丧尸一个痛快。苏洛见状震惊地瞪大眼睛，老天呀，杀人了！这个狗男人居然要杀他！眼见对方拿着刀离自己越来越近，苏洛拼命扭动着身子挣扎，最后竟用脸蛋去蹭男人的鞋面。他妄图用这种方式祈求对方放过自己。看着梨花带雨的小丧尸，齐星惊讶不已，居然除了恐惧还会表达情绪。他一脸疑惑：“小丧尸，你是不是能听懂我说话？”闻言，苏洛赶忙小鸡啄米似的拼命点头。见他还算识相，齐星满意的勾下唇角：“那我就先留你一命，但你之后要是不乖，这把匕首就会毫不犹豫撬开你的小脑袋瓜，知道吗？”被藤蔓五花大绑的苏洛忙不迭的应声：“从外面来的。”苏洛连忙点头：“有没有在外面看见两个人？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男人，另一个是瘦瘦的老头。”苏洛睁眼时并没有看到这些，他乖乖摇头。齐星若有所思地盯了他几秒，而后一挥手解开苏洛身上大部分束缚，用一根藤蔓牵着他在超市里搜寻还能使用的物资。不过最终只找到几件干净的衣服。这时齐星身上的衬衣已经被血浸湿大片，下一秒他竟当着苏洛的面脱下衣服，男人身上全是紧实精壮的腱子肉，8块腹肌1块不少。只见他将棉质 T 恤撕碎缠在伤口四周，然后用匕首利落剜出里面的子弹，看得苏洛都替他感觉疼，而对方却像没事人一样立马选了一件卫衣套在身上。可齐星自己打扮还不算完，他还要给苏洛换衣服。变成丧尸的苏洛脑子有些迟钝，直到齐星解开他上衣的2颗纽扣后，他才恍惚反应过来：啊，救命啊！这人长得漂漂亮亮的，怎么是个大变态？连他这个花季少师都不放过。但苏洛脖梗还缠着藤蔓，齐星只轻轻勾了勾手指，轻轻松松就把他拽了回来。跑什么？苏洛缩着肩膀，惊恐地睁大眼瞪他。哦，做事也是有尊严的，不许非礼师。由于苏洛的眼神和吼叫声过于悲愤，齐星居然理解了他的意思。他见状嫌弃地抬手捂住鼻子：什么鬼？谁想占你便宜啊？你身上味道太大，臭死了！快点换衣服！闻言，苏洛悲愤地嚎叫着，自己活了18年，连男人的手都没摸过，如今成了丧尸，却要被一个陌生男人看光身子。现在自己全身肉都是腐烂的，怎么可能不臭？光换衣服有什么用？看他这么抗拒，齐星不禁有些惊讶，居然还知道害羞。行吧，先不给你换。苏洛这才平静下来，他从喉咙发出渴求的呜咽声，2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上带血的衬衣，太浪费了，这些血要是给自己舔舔该多好。齐星又看懂了他的动作，饿了，再等一会儿，马上就有食物了。随即苏洛就被塞进货架的缝隙中，然后齐星又坐回刚刚那个角落，开始闭目养神。片刻后，苏洛吸了吸鼻子，他嗅到空气中又有新的肉味出现了，随后就听到超市门口响起急促的脚步声，一高一瘦2道身影出现在视野中。老马，你确定那小子是在里面吗？绝对在，他挨了一枪跑不远的。你看这边地上还有他滴的血。两人说完后，齐星的呼吸声忽然变得粗重起来，他用手捂住伤口，装作痛苦的皱起眉，并且还时不时咳嗽一声。很快这动静就将2人吸引了过来，其中的干瘦男率先发现，看，那不是齐星吗？肌肉男见状大笑：老马，你说的没错，他果然在这儿。妈的，不就是仗着自己是异能者，眼睛鼻子长到天上，老早就看这小子不爽了。随后他拿着武器走到齐星身边，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，还以为异能者多牛逼呢，挨枪子后不照样半死不活。看着齐星俊美白皙的脸庞，许久没发泄欲望的肌肉男不禁生出歹念。在末世这样的环境下，一些人的恶欲被无限放大，什么肮脏龌龊的事都做得出来。这细皮嫩肉的样子，不知道还以为是个娘们儿。他说完，一脸猥琐地走向齐星。干瘦男见状立马提醒：沈强先补枪，这里地板有裂纹，万一地底有植物，齐星发动异能会很棘手。肌肉男果断拒绝：不要，此人有什么好玩的？老子直接把这小子双手双脚都打折，舌头割掉，看他还怎么发动异能。玩腻了再从他胸口挖出金核，
藏在货架下的苏洛不由得吐槽，真不愧是末世，这些人真是比自己这只丧尸还要丧心病狂啊！就在肌肉男抬手就要摸上齐星脸庞时，装作虚弱的齐星瞬间睁开眼，他突然抱起，敏捷有力地攥住肌肉男的双手，干脆利落地折断对方腕骨，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般的速度催动异能，粗壮巨大的藤蔓瞬间拔地而起，急速缠住了干瘦男的身体。一瞬间，苏洛感觉自己身上所有束缚都消失了，他只听见齐星大喊一声：“富贵，上，咬他！”这人叫谁富贵呢？就在苏洛愣神之际，齐星已经用匕首割开肌肉男的脖颈，浓郁的血香味从空气中蔓延出来。苏洛猩红的眼珠子霎时因为饥渴而变得浑浊，脑中满是对食物的渴望。他嘶吼一声就扑了上去。齐星本意是想让苏洛去咬干瘦男的，但现在却流着口水奔着自己来了。他无奈地摇头，果然丧尸就是丧尸，一闻到血腥味就毫无理智可言。齐星甩手将肌肉男砸向苏洛，小丧尸摇摇晃晃地接到猎物后，还不忘睁大圆溜溜的眼睛，对着他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。终于有食物了，胃里煎熬已久的饥饿感终于能被满足。苏洛喉中发出快活的吼声，他像只小猴子一样用手臂勾着肌肉男的脖颈一顿撕咬。齐星见状勾了下唇，唤出大量藤蔓准备对付这边的干瘦男。他原本是3人中的队长，实力又比2人强，所以将仅有的2把枪分给了队员。没想到任务完成后，2人竟然恩将仇报。干瘦男看着齐星手握匕首朝自己走来，吓得2股战当场失禁。小心啊，我知道错了，你看在我们同为人类的份上放过我吧，从此以后我给你做牛做马绝无二心。齐星在他身旁缓慢蹲下，嗓音温和地回答：好啊，我原谅你了。可话音刚落，手中的匕首却干脆地插进他胸膛。男人痛得全身打颤，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，不是说原谅他了吗？为什么还要这样做？齐星一边在他身上寻找东西，一边说道：是啊，我原谅你了，但这和我接下来要杀你有什么关系？取出对方的金盒后，齐星站起身朝苏洛走去。够吃吗，富贵？不够的话，那边还有一个。此刻进食过后的苏洛还在感受身上的一股暖意，在这暖意的作用下，他的身体竟开始自动修复。听到齐星的话，苏洛逐渐恢复神智，他怔愣地看着自己红彤彤的手和身下已经不成人样的尸体。反应过来的他，立马连滚带爬地跑到旁边的空地呕吐。齐星见状，双手背在身后，一脸疑惑：怎么还吐了？吃撑了就别硬吃嘛，我给你存着，你看现在多浪费啊！苏洛闻言转头翻了个白眼，这人才是真正适合当丧尸的吧？凭什么他是异能者，自己却是丧尸？小说里不都写的是异能者是正派，丧尸都是反派炮灰？可现在看着齐星轻声哼着歌，轻巧地用匕首掏出肌肉男的金盒，苏洛觉得这个人比自己像反派多了。不过他真如刚才所说的那样，又从2人身上取了些肉装进袋子里。苏洛看得大惊失色，他以为这场战斗过后2人就能分道扬镳了，可看着对方现在的举动，明显是还要带着他的模样。苏洛绝不能跟着他，自己一只手无缚鸡之力的花季少师，跟着这800个心眼的狗男人，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趁着对方还在收拾东西，苏洛蹑手蹑脚地挪向超市门外准备跑路，可还没走几步，齐星的声音悠悠传来：富贵，去哪呢？话音刚落，一根藤蔓突然从地底钻出，缠住他的脚踝。下一秒，苏洛僵直的身体砰然倒地，他只感觉两眼一黑，这也太欺负尸了，为什么自己这么倒霉？开局就遇到这么强大的异能者，他都变成丧尸了，难道不应该是弱小无能的人类被他吓得嗷嗷大叫，四处逃窜吗？齐星整理好物品，起身走到像毛毛虫一样孤勇着的苏洛身旁，他声音温柔：富贵怎么这么没良心呢？吃完就跑。苏洛也没理他，费劲地往外爬着。齐星见状叹了口气，没良心的小丧尸，还是宰了吧。听到这话，苏洛立刻抬起头，他祈求地望向齐星：哦，不要啊，我很有良心的，我可是3好市民。齐星仿佛能听到他说话似的：那以后跟不跟着我？苏洛拼命点头，这他爹的怎么敢不跟？不跟他就直接死翘翘了呀。齐星勾了下唇，伸手把他从地上扶起来，从口袋掏出一块手帕给苏洛擦脸，好似不以为意的手指在他嘴角摩擦着，甚至还贴心地将他下巴掰回正常位置。而苏洛则像个小朋友似的，乖乖仰头任由齐星捯饬。远远看来，这场面还有几分温馨，像一位兄长正在悉心照料自己的妹妹。可苏洛不知道的是，自己脚边有几根嫩绿小牙正轻轻摇摆着，只要他有任何异动，这小牙就会瞬间贯穿他的胸腔和大脑，直到齐星收回手，苏洛也没有露出獠牙。随后齐星又拿出之前的卫衣，你身上的衣服太脏了，自己换一下。苏洛接过卫衣，一蹦一跳地朝着货架后面走去。他忽然又想起什么，伸出小脑袋对着齐星嚎了几声，不准偷看他换衣服。齐星一脸无语，好好好，我不看。富贵自己换衣服，可结果穿了半天，苏洛也没把衣服穿在自己身上，他找半天都没找到伸脑袋的洞。苏洛急得呜呜叫，忽然一双手拉住他的衣角，轻轻一拽，柔软的棉质面料便温顺地覆下来。好了，我们该离开这里了，我的富贵。此时苏洛拖着僵硬的步伐跟随齐星来到大街上，外面的雨已经停了，但天空还是阴沉沉的。他看着不远处耸入云霄的摩天大楼，陷入沉思。以前苏洛很羡慕里面上班的白领，他做梦也想成为其中的一员，可当灾难来临时，这点成功好像也变得不值一提。想到这，苏洛不禁驻足观望这座大楼，但因头抬太久，脖子却卡住了，他只能嗷嗷地呼喊着：又怎么了？齐星走到苏洛身旁看了几秒，发现问题所在后，一抬手拍上他后脑勺。苏洛差点被这巴掌拍得把脑浆吐出来。富贵，看天都能把脖子扭了，笨死了呀！要是别人早就把你脑袋敲掉了，被我这个宅心仁厚的大好人捡到你就偷着乐吧。闻言，苏洛一脸鄙视地看着他，谁家好人包里装着肉块？这人实在是厚颜无耻。眼见苏洛吐完，齐星立马佯装关切地拿出肉递给他，刚吃的都吐出来了，来，快补补。苏洛愤怒地一巴掌拍掉，哦，自己才不要呢。
齐星看着小丧尸生气的模样，越发觉得有意思，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饶有兴趣的盯着他。而苏洛正为刚才的行为后悔，他看着地上的肉块咽了咽口水，浪费了，可一抬头就被齐星的眼神吓得魂不附体。卧槽，这狗男人分明长得挺好看的，但不知为什么总给自己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齐星和他对上视线，笑了笑，小丧尸再对我龇牙发脾气，我就把你嘴里的牙一颗颗掰下来按进眼眶里。闻言，苏洛如遭雷击，他知道这个长相漂亮却蛇蝎心肠的男人真能做出这么惨无人道的事。齐星看见小丧尸害怕的缩起脖子，他笑着伸手拍拍苏洛的小脑袋，拿出肉递给他，没事的，只要富贵听话，我就不拔富贵的牙和指甲，还每天给富贵肉吃，好不好？苏洛腿都吓软了，这人真就比丧尸还恐怖。刚笑着说完威胁的话，就从包里掏肉给他吃，对此他只好一脸乖巧的选择接受。随后齐星带着苏洛来到一家宠物店，苏洛刚开始一脸疑惑，他们一人一尸来宠物店干嘛？不过转念一想，都末日了，粮食紧缺，狗粮也是可以吃的，于是他连忙指着地上的狗粮包装袋嗷嗷叫着。齐星侧头瞥了一眼，富贵想养狗吗？苏洛见对方不明白自己的意思，他捡起地上的包装袋，对着嘴巴倒了几下。齐星恍然大悟，你是想说这个可以吃吗？苏洛快速点头，他双手叉腰，好像被自己机智坏了。齐星看他洋洋得意的样子，十分无奈的叹了口气，富贵啊，你都变成丧尸了，怎么还想着吃狗粮呢？能不能有点志气？苏洛气得用手指着袋子，又指指齐星，他羞恼大叫，我是让你吃。齐星这下才明白小丧尸的意思，要我吃啊？这店的猫粮狗粮早就被人搜走了，根本没有能吃的东西。哦，那你怎么办？没事，我还不饿。齐星回答完后，忽然露出一个动人的笑容，他双手捂着心口，很是欣慰，富贵都知道关心我了，人家好感动呢。哦，苏洛一个没忍住被他肉麻吐了。齐星微微蹙起眉，他又从包里掏出肉，富贵你看起来肠胃不太好啊，你都吐瘦了，赶快再吃点。苏洛一脸无奈，只好接过肉吧唧嚼起来。等他吃完后，看着齐星手中的止咬器，顿时沉默了。他不是真的人，齐星是真的狗啊。齐星自然也看出小丧尸眼中的抗拒，他耐心解释，这只是一种防备措施，没有要侮辱你的意思，人家总要为自己的安全考虑嘛，要么拔牙，要么带这个，富贵你自己选吧。苏洛感觉天都塌了，再从宠物店出来，他不仅嘴上多了个黑色止咬器，双手还戴着厚实的手套。苏洛感觉非常不舒服，脸上很是郁闷。齐星见状环住他肩膀安慰道，没事富贵，虽然你现在不能咬人，但我会保护你啊，我们刚才都是生死之交了，你还不能信任哥哥吗？呵呵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自己要是信任他，那才是离死期不远了呢。富贵饿了就叫一声，哥哥帮你把止咬器摘下来喂你肉吃。没胃口。苏洛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地跟着齐星往前走，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一处停车场。齐星看出他心情不好，搂着苏洛的肩膀，对着面前的豪车一挥手，富贵想开哪辆随便选，哥哥带你去兜风。齐星这话让他眼前一亮，对啊，现在是末世，生前没实现的东西不都能零元购吗？想到这他心情一下变好了。苏洛摆动着小脑袋寻找心仪的车辆，他在看到一辆红色敞篷跑车时，立马跑过去嗷嗷叫着。齐星无奈地看着苏洛，富贵啊，你是真不顾我的死活呀，末日开敞篷是想给不便行动的丧尸送外卖，嫌自己活得不够长吗？不过苏洛才不管呢，自己是丧尸又不会被咬，咬的也是齐星，反正对方也不是个好东西，被丧尸咬死也不可惜。苏洛朝齐星嘶吼着，像个看见心爱玩具的小孩子，紧紧扒着车窗不放，就要这辆。最终齐星还是妥协了，他坐上驾驶位倒步几下，竟然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发动了跑车，看得苏洛目瞪口呆，这人明明长得像豪门少爷，怎么竟会做些偷鸡摸狗的事？这一手本事很行啊。可等到上路后，苏洛却后悔了啊，遮杀避风了，有哪个正常人会在城市里飙车？就算是末日，这开车方式未免也太过狂野了。齐星还说害怕遇见丧尸，可一路上被他碾压和撞飞的不计其数，在这急速下，坐在副驾驶的苏洛被风吹得简直睁不开眼，他感觉自己的肉都要被吹跑了。富贵，坐跑车开心吗？苏洛回应他的方式就是吼几声，他示意齐星赶紧停车，要不然自己就要成白骨精了。齐星见状一脸疑惑地冲他歪头，富贵说还不够快啊，那就再快点。随即油门就被他一脚踩到底，引擎发出更加猛烈的轰鸣声。苏洛惨叫一声，我说你真是个畜生啊！直至夜幕降临，齐星终于将车子停下来，他们在一个小镇内，下来吧富贵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休息。说完，齐星绕过来准备帮他开车门，只是手还没放到门上，苏洛就已经解开身上的安全带，双脚用力一个空翻，直接从副驾驶跳了出来。他双手举高完美落地，鄙视地白了齐星一眼，刚才吓他挺起劲，现在又假惺惺来装绅士，谁用他帮忙？怎料齐星并没有羞恼和生气，反而还双手合十给他鼓掌。哇，富贵这身手都可以当体操运动员了，厉害呀！他这个反应让苏洛感觉自己一拳打在棉花上，简直气死尸了。片刻后，他们来到一家旅馆，齐星进去后立马开始翻找食物，结果只找到几颗发霉的包菜，还颇为惋惜地扔掉了。这一刻，苏洛不禁对自己的丧尸身份感到一丝庆幸，最起码不用对吃人有太多负罪感。不行的话，齐星也吃点吧，反正看他也不太想做人。于是苏洛伸出圆鼓鼓的手，指了指齐星身后的背包，嗷嗷叫着，又饿了。齐星手伸向背包给他掏肉，苏洛拿着肉块就往齐星嘴里送。啊，让我吃吗？苏洛连忙点头，我不吃，这肉酸的，不好吃。他见状一脸无语，连发霉包菜都不想放过的人，没资格嫌弃他的口粮吧。最终齐星还是心疼的从背包里掏出2块压缩饼干，就着凭干净的水解决了晚餐。随后一人一尸来到房间休息。夜色渐深，苏洛却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，他还以为自己失眠了，殊不知丧尸是夜行动物，在晚上要比白天更加活跃。这时苏
苏洛突然听到走廊传来哭声，并且离自己越来越近，他吓得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卧槽，这不是末世吗？怎么还有鬼啊？门口传来尖锐的声响，那玩意儿正用指甲划着木门。苏洛神经紧绷到极点，他实在忍受不了这阴冷窒息的氛围，于是准备打开房门看看究竟是什么。这时一根藤蔓突然缠住他的双脚，齐星不知何时潜入苏洛的房间，他食指竖在唇间轻声道：“富贵，我们遇上麻烦了，外面是变异种，可能是嗅到我们的气息过来觅食了。”苏洛回想着小说里变异种的信息，变异种一般都是丧尸，只会攻击人类，对同类并无威胁，这算什么麻烦？说不定这变异种进来啃完齐星还能给他留点肉骨头呢。想到这，苏洛立马放松下来，啪的一下把齐星的手臂甩开，接着就去打开房门。变异种大人，这边请，用完餐后能不能给我也分口肉？齐星坐在床边一脸无语，他看着苏洛的动作并未阻止，可一打开房门，苏洛却傻眼了。只见地下爬着一个浑身腐烂的婴儿，还一个劲的喊他妈妈。就在苏洛愣神之际，婴儿一口咬在他小腿上，苏洛霎时惨叫一声，不是感受到了痛，而是被恶心到了。卧槽，这玩意儿嘴里肯定有毒。正当他要一脚踢开时，身上却被一根藤蔓缠绕着扔出窗外，后背撞击地面。苏洛清晰地听见骨头的碎裂声，随即齐星也立马从2楼跳下，而那恶心的变异体紧随其后，但不是追齐星，而是四肢并用，像只蜘蛛似的朝苏洛冲来。他被吓得嚎叫，想从地上爬起来，却发现那被咬过的腿不知何时已经断裂了。眼见那变异种已经爬到苏洛身前，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啃上他的脸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几片附着绿光的草叶从左侧飞来，瞬间变成利刃削掉变异种的脑袋。一股带着恶臭味的白色粘液溅在苏洛脸上，这让他恶心的不行，立马俯身呕吐起来。这时齐星还不忘调侃：“富贵啊，看你那么勇冲上去，还以为你留有后手，原来是纯过去送啊！难道你不知道像你这种有意识的小丧尸，正是变异体进化的养料吗？”听完这话，苏洛才知道，原来同类相残并不只是人类独有，丧尸之间也会相互吞噬。可自己现在变成残废丧尸了呀，那该怎么办？齐星看他难过的样子，思索了一瞬，他在变异种脑中挖出一颗黄色晶体，叫苏洛吃下去。苏洛看到这玩意儿一脸抗拒，这和吃屎有什么区别？这个是变异种的晶核，吃了有概率进化，说不定你腿就复原了。他听完这才迟疑地看向那颗闪着光的晶体，刚刚如果不是齐星出手，自己可能就如同枯草一般瞬间消失。想到这，苏洛拿过那颗晶核咽入喉中，刚下肚就感到一团火在燃烧着，疼得他在地上不停地翻滚咒骂：“我靠嫩爹，该死的齐星，进化这么痛苦也不提前说一声，好歹给我个心理准备啊！”齐星见状给苏洛加油打气：“富贵坚持住啊，马上就熬过去了。”他现在完全是凭着对齐星的恨意在坚持，自己要是变强了，一定要暴揍这个狗男人。齐星看着慢慢恢复的苏洛，立马将他断裂的小腿安回去。苏洛看着逐渐修复的身体，口中发出嘶哑的叫声，他摸了摸肚子，示意自己饿了。齐星见状取出肉递给他，苏洛立马夺过，转眼就将包里的肉吃个精光。可饥饿感仍像烈火一样灼烧着他，还需要更多食物。苏洛转头看向散发出香甜味道的齐星，他嘴里发出恐怖的嘶吼声，纵身一跃将对方扑倒在地。可最终理智还是战胜了欲望，哪怕现在看似占据上风，苏洛也知道他是让着自己没有出手。齐星随时都能召唤出藤蔓切掉他的脑袋，他无奈只能含泪咬着难吃的变异种。齐星看着一边哭一边进食的苏洛，竟有些心疼。我去别的地方看看，再给你找点食物。苏洛闻言连忙抓着变异种小跑着跟上去。要是齐星走了，再来一个怪物，他不得死翘翘呀。随后他们来到一栋居民楼内，而且在里面发现了2具尸体，其中有个肚子破着一个大洞的孕妇，很明显就是那个变异种的妈妈。齐星看着眼前的女人若有所思，用自己的血喂养丧尸，最后还被其吃掉。富贵，你说他死前会后悔吗？苏洛以为齐星正伤感着，本想安慰一下眼前的男人，怎料还没嚎出声就被他打断。富贵，你在做件好事，让他们一家团聚好了。片刻后，填饱肚子的苏洛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不但腐烂的身体被修复，而且还恢复了生前的白皙和弹性，看起来竟十分像人了。这时寻宝回来的齐星看着面前的女孩吓了一跳，他不明所以：“你是谁？我的富贵呢？”苏洛冲着齐星嘶吼一声：“哦，我就是富贵啊！”齐星往他口中望了一眼：“小孩，你嘴里有蛀牙。”被嘲讽的苏洛气得小脸通红：“哦，狗屁，你才有蛀牙呢！”看到他气急败坏的模样，齐星笑了：“哈哈哈，富贵，我知道是你，哥哥和你开玩笑呢。原来你生前长这样，没想到还蛮好看的。”齐星说完顿了一下，又打量着焕然一新的苏洛：“富贵，你有没有感觉身体有什么变化？比如能召唤个空间什么的？”苏洛一脸迷茫，他发现自己除了腿好了，肚子不再那么饥饿外，并没有发现其他的改变。齐星看起来很失望：“不应该呀，有晶核就有异能，那个小变异种的异能是什么？怎么可能？”而本来还有点惭愧的苏洛，被齐星唠叨的一脸无语，自己又不是第一天这么肥，反正都变丧尸了，大不了再死一次。次日，一人一尸整理完行装后，又踏上行程。开车的时候，齐星说他出行的目的是寻找妹妹。我妹妹离开我时才14岁，就和你现在差不多大，也不知道现在怎样了。苏洛一脸疑惑：“谁告诉这人他14岁的？他是成年人好吧？只是个子矮了点。”而且苏洛并不在乎要去哪，他只担心每天有没有食物。转眼就到了中午，一上午没进食的苏洛捂着肚子嚎了一声：“富贵又饿了，养个小丧尸真不省心，吃的比猪还多，比养妹妹还累。”齐星认命般的放慢车速，他张望着附近有没有活物。又开了10几分钟后，突然看见路边有2个男人在向他招手。齐星和苏洛瞬间眼睛一亮，食物和装备这不就来了吗？那2人发现面包车居然停下了，顿时喜出望外，立刻凑过来。殊不知车内的2人也是一脸兴奋。这时齐星故作镇定的咳嗽2声，闻到肉香的苏洛赶紧把嘴里
的哈喇子咽回去。他摇下车窗，瞬间变得胆小柔弱。你们好，请问有事吗？两人在看到车内只有一个漂亮男人和一个小女孩后，扭头对视一眼。其中的寸头男率先开口：小兄弟，我们的车胎爆了，方便邵一成取个轮胎吗？我们的家就在前方不远处的村庄，你们要是肯帮忙，我可以把家里的面包都分给你们。齐星闻言面露惊喜：真的吗？我和我妹妹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。苏洛配合着发出饥饿的吞咽声。男人见状爽朗的笑了：当然，我徐龙向来说话算话。齐星也冲他笑了笑：顺路而已，大哥你们真是太慷慨了，快上车吧。一阵寒暄后，两人坐在堆满杂物的后车厢。徐龙不禁问道：你们这是要搬家呀？末世还带这么多东西？齐星随口回答：对啊，我们原先住的城市已经沦陷了，到处都是丧尸，我和妹妹好不容易从里面逃出来，准备找个安全点的住处。我们村庄就很安全，没有丧尸，你们可以搬来我们这里住。齐星故作惊讶：没有丧尸？怎么可能？这年头基地都不安全。徐龙闻言一脸自豪：李虎是异能者，我们村的丧尸都被他收拾干净了。一听是异能者，苏洛吓得缩了缩脖子。齐星则是立马捧场：哇塞，这位大哥这么厉害，不知道是什么异能啊？李虎被捧得自大起来，随即只见冒出一缕火焰：我是火系异能。苏洛闻言心中直呼完了，连自己这个异能小白都知道火生于穆尔亥姆。他颤抖地用手拉了拉齐星衣角，齐星回望他一眼，用口型说着没事。聊着聊着，村庄就到了。在徐龙的指引下，他们来到一栋自建房前。本来苏洛也准备跟着下车，却被齐星制止了：两位大哥，我和你们进去取面包吧，我妹妹怕生，让她在车上等我就好，一起进去呗。一个哑巴，万一外边有丧尸来了，叫都不会叫。两人说完对视一眼，心照不宣地笑起来：哈哈哈，说起来我还没听过哑巴叫呢。齐星眼神瞬间变冷：请你们说话放尊重点。而那两人也不装了，上前推搡着齐星：少废话，快让你妹妹下来。苏洛见到这一幕，连忙下车抱住她，而齐星还在耳边低声安慰：富贵别怕。在两人被推搡着进入院内后，苏洛就闻到一股浓郁的血腥味，他吓得赶紧给齐星使了个眼色：来者不善，咱俩还是赶紧逃吧。齐星侧头冲苏洛眨了眨眼：不急，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有面包。这一刻苏洛是彻底服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惦记着面包呢？比他这个丧尸还贪吃。而进到屋子后，那股血腥味变得更浓，勾得苏洛双眼发红，忍不住咽口水。就在他丧尸习性快要爆发时，齐星一把将苏洛搂进怀里，空气中浓郁的鲜血味瞬间被他身上的香气覆盖。苏洛闻着诱人的味道，不禁心想：要是自己能打过齐星，一定要尝尝对方血肉的味道。两人最终被赶进地下室内，狭窄的通道昏暗阴冷，弥漫着一股沼气发酵的恶臭味。当对方打开门后，宛如人间炼狱般的景象呈现在他们眼前，数十个男女被铁链拴着，其中几人身上还露着森森白骨。齐星面色冷淡地看向二人：这就是面包？对方闻言哈哈大笑：这傻逼还想着面包呢？李虎上前拍拍他的脸：小白脸，现在是末世，你还以为是以前和平年代呢？老子都没面包吃，上哪给你弄面包？看你长得不错，以后跟着我，面包没有，保准肉吃到饱。齐星眯了眯眼，眼中闪过一抹杀意。这时徐龙竟伸手朝着苏洛的肩膀抓去：老子对男的没兴趣，我要这个小女孩。苏洛再也忍不住，张开口就朝他手腕咬去。徐龙见状立刻往后退了一步，他目露惊恐地对同伴大喊：李虎，这小孩是丧尸！丧尸！李虎闻言抬手就朝苏洛挥出一团火球。齐星见状立马扑向苏洛，然后闪身一脚将李虎踹飞出去。他召唤藤蔓将对方死死缠绕。男人本想将身上的枯草烧掉，却不料枯草瞬间变成熊熊火焰，把自己也带着燃烧起来，疼得他满地打滚。徐龙见自己兄弟这副惨状，抄起铁棍就冲了过来：老子跟你们拼了！齐星直接一个转身躲过，掏出手枪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。被囚禁的人看到这一幕，仿佛看到生的希望，他们一个个朝齐星磕头：大善人救救我们吧！齐星并没有理会，他低头看着怀里的苏洛：都给你当储备粮。苏洛摇了摇脑袋：哦，还是算了，一个个都瘦巴巴的，吃了也补充不了什么营养。说完，他挣开齐星的怀抱，跑到徐龙跟前，正准备下口时，却被齐星打断：富贵，都要开饭了，叫什么呢？他说着扔过来一把匕首：割下来吃，这样他就不会死，保鲜更久。苏洛闻言一脸惊讶：我去，天才啊！在苏洛美滋滋的片肉时，齐星则是将囚禁的人都放了。这些人还以为遇到了救世主，正准备下跪说一些感恩戴德的话，可这时齐星慢条斯理开口：上去到村庄里给我收集食物和汽油，找不到的人。说着就朝一名已经失去四肢的人扣动扳机，就是这个下场。随后将身前的李虎踢了过去。齐星一脸漠然，吃完后有力气了就开始干活。地上的男人全身都被火焰烧糊，散发出一股喷香的烤肉味。这群人面面相觑，安静了几秒后，不知道是谁带头往那边挪动了一步。之后一群人蜂拥而上，被疼醒的李虎口中发出凄厉惨叫：不要，别碰我，滚啊！你们这帮牲口！可任他在剧烈挣扎，也没一个人愿意搭理。苏洛听到男人的惨叫，顿时瞪大双眼，有种天塌了的感觉，而齐星却一脸兴奋地看着他。苏洛急忙站起来，跑到他旁边嗷嗷大叫：卧槽，那不是我的食物吗？经过这2天相处，齐星已经初步掌握了丧尸语，他安抚地拍拍苏洛的背，用着哄小孩一样的语气：你不是有一个吗？这个人也要？算了，别要了，他太脏了。富贵，给他们吧。闻言，苏洛隐约回想起，这人刚才好像被沾满粪便的枯草糊了一身，确实有点下不去口。这时齐星忽然把他抱起来：富贵小时候去过游乐场吗？苏洛不知对方又发什么癫，疑惑地看着他。
哥哥带你玩个游戏。说着一把将他抛到半空。看蹦床好玩吗？被当作气球一样抛来抛去的苏洛，气鼓鼓地看着眼前的男人。这位先生，想回忆童年时光的话，请自己挑，不要把它当玩具好吗？齐星见女孩脸上并没有露出半点兴奋，反而用一种很无语的眼神看着自己，不由悻悻地凄了一声：“富贵，你这么小的年纪，怎么跟个小大丧尸一样？真没劲。”苏洛翻了个白眼，都懒得开口回应，自己可是成年人，是这个狗男人眼瞎看不出来好吗？哎呀，饿的时候冲我嗷嗷叫要粮吃，一吃饱就不理人了，好绝情啊！富贵，哥哥伤心了。哦，死一边去，反正狗男人也听不懂他叫的是什么。苏洛可以放心大胆的骂，谁知齐星像是会读心一样，一脸无辜。富贵，你是不是骂哥哥了？小孩子怎么能骂人呢？苏洛心虚的看向一边，齐星就知道自己猜对了，富贵不乖，说着就将他头发揉得跟鸡窝似的。苏洛挣扎了几下，见反抗无果，只能任由齐星继续蹂躏着。齐星又和他开玩笑似的说了几句话，就抱着他走出了阴暗潮湿的地下室。2个小时后，那群人收集回了2大袋食物和4箱汽油，还有几包菜种。见到这些，齐星心情大好，他拿出自己和妹妹的合影，询问这些人是否见过里面的小女孩。而看到照片里的温馨画面，苏洛却羡慕了起来。自己从小就被亲生父母丢弃到孤儿院，对于那不靠谱的爹妈，他心里只有怨恨。想到这，苏洛忽然拿起树枝，用着不灵活的手在地上画着什么。齐星打发了众人，走到了苏洛身后。他见苏洛会画画，很是惊奇。富贵，你还会画画呀？沉浸在过去的苏洛忽然被这声响吓得一激灵，他蓦地起身，不料蹲得太久，一时身形不稳，一屁股坐到地上。丧尸还这么胆小，好傻呀！富贵。闻言，苏洛恼怒地将手里的树枝扔过去。谁说丧尸就不能胆子小？而且是他故意吓唬自己，不然怎么会跌倒？齐星见他生气了，又重新削了个小木棍塞进苏洛手里，而后搂着他歪头看地上的图案。这是富贵的父母吗？苏洛震惊，莴苣画成这样也能看出来，为什么在脸上画叉？他们对富贵不好吗？苏洛思考了一阵后摇了摇脑袋。齐星伸手摸着他的脸，温声安慰：“以后我对富贵好。”苏洛听完，假装感动地搂着对方脖子，贪婪汲取着男人身上温暖的体温。随后一人一尸再次踏上行程。得知苏洛会画画，齐星还专门找来了纸和笔给他。可经历了这几天后，苏洛三观也发生了改变，他无法控制对鲜血的渴望，必须要尽是人类才能活下去。再者，齐星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对方总是在自己面前絮叨一些事情，如果发现自己会写字，万一哪天担心泄露秘密，会不会将自己嘎了？想到这里，苏洛决定装傻，他看向窗外，开始欣赏风景。可瞧着瞧着，苏洛发觉他们行驶的道路好像有点不对劲。齐星上午不是说他们要去南边的区吗？可现在怎么在朝反方向行驶？这一刻，他好像发现了齐星的弱点，这人不会是个路盲吧？就在苏洛犹豫要不要提醒对方时，齐星随手就将手中的地图一扔，坚定地驶向东面一条山道中。这一刻，苏洛无语了，这人不仅是个路盲，还是头倔驴。不过对他来说，去哪都无所谓，只要不碰到异能者，一上来就将自己拍碎就好。脑中刚冒出这个想法，他鼻尖就嗅到一股陌生的气息。这时车前忽然出现一道3米高的冰垒，齐星立即踩下刹车，而苏洛一头撞上了玻璃。苏洛那个气啊，仗着有齐星当保护伞，嘶吼一声，当即就要找那个不知名的异能者算账。谁知刚下车就听到一个清灵悦耳的女声：“丧尸！”下一秒，树枝通体闪着寒光的冰锥从天而降，朝他脑袋精准袭来。苏洛当即被吓得连滚带爬，又钻回车厢。危急之际，无数藤蔓瞬间拔地而起，包裹着面包车。冰锥撞上藤蔓，爆出一片巨大的白色雾气。苏洛看到这一幕，吓得直打哆嗦，幸好自己跑得快。当雾气散开，车前站着一位黑色劲装的女性，她用冰凉的语气宣告：“B 队编号4108齐星，虐杀队员，擅自离岗，破坏监察眼，违背逐月基地多条规定，请随我回基地接受处罚。”齐星看着女人肩膀上的黑色大乌鸦，还是被抓到了吗？对目前状况一头雾水的苏洛愣了好久才反应过来，这是有人追击齐星呀！这个女人齐星能打过吗？他想到这不免担心起来，喉咙下意识发出恐惧的呜咽。齐星见状柔声道：“没事，对付一个同级异能者哥哥还是可以的。富贵乖乖在车上待着，别发出声音。”说完他就下车，面带微笑的和女人打招呼：“肖一队长，好久不见。”肖一皱了皱眉：“齐星队长，请随我回去吧。”肖队长，我想基地对我有些误解。齐星温和的解释：“首先我的确是杀了队员，但却是他们动手在先，我为了自保才杀了2人。其次我离开基地加入异能者队伍，也只是为了更好的寻找妹妹。如今妹妹找到了，却不适合生活在基地中，所以才选择了离开。”齐星对女人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希望对方放自己一马。在听到妹妹这个词后，肖一冷冽的眉眼闪过一丝动容，但很快就收敛起来。齐队长，如果事实真如你所说，请随我回基地，我想基地会为你网开一面。齐星见和他说不通，眼中闪过一抹杀意。肖队长，在跟你回去前，还有一件事我想询问你，你这次来是一个人出任务吗？他在对方不明所以时，瞬间掏出手枪扣动扳机。肖一脸色瞬变，挥手甩出一道厚实的冰冷挡住子弹。齐星趁着这个间隙立马发动异能，霎时间地面宛如地震般开始摇晃，数条粗壮的藤蔓破土而出，冲向肖一。肖一也是反应极快，周身迅速笼罩起一块巨大屏障，阻挡袭来的攻击。齐星，你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在被监督眼记录，不要再知法犯法。齐星看着要振翅欲逃的乌鸦，冷笑一声：“杀了不就行了？”说完，一根藤蔓瞬间冲入云霄，穿透乌鸦的胸脯。被压制着的肖一用看疯子的眼神一样看他：“你会后悔的。很可惜，我并不是一人前来。”
而此时坐在车内焦急等待的苏洛，如见鬼般看着突然出现在车内的女孩，你就是齐队长的妹妹。这次苏洛学精了，在不知道对方实力深浅前没有贸然攻击，先小心翼翼的点了点头。小女孩语气友善，你好，我是萧一的妹妹萧楚曦。小妹妹，你哥哥犯了点错误，能不能劝他和我们回去啊？我保证等你们回到基地，我和姐姐肯定会向上面求情，帮你哥哥脱罪。苏洛一听就知道这姐妹儿是在说瞎话。萧一已经知道自己是丧尸，跟他俩回去自己哪还有活路？他思考了一瞬，假装同意的点点头。等萧楚曦和他一起下车后，苏洛立刻绕到女孩身后，以最快速度朝着对方脖颈咬去，却不料萧楚曦的异能偏偏就是瞬移，他察觉背后有异常，立刻施展异能，眨眼便消失不见。下一秒就如鬼魅般出现在苏洛身后，还用脚将他踢翻在地。苏洛摔了个狗吃屎，脑袋上的窟窿一个劲儿往外冒着黑血，而受了伤的他一眼就被萧楚曦认出丧尸身份。趁着对方愣神之际，苏洛还准备上前撕咬，结果萧楚曦直接闪身躲过，用脚踩住他的后颈，直到自己脖颈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，苏洛才老实了下来。齐星，放开我姐，不然我就踩断这丧尸的脖颈。苏洛也发出求救的嘶吼，他内心有些悲凉。齐星，我这次真的尽力了。而一旁的齐星正压制着随时准备反击的萧一，他转身看到被踩在脚下可怜巴巴的苏洛，不禁心中哀叹，明明是个有意识的高阶丧尸，却被一个 B 级菜鸡打得灰头土脸。原本以为捡了只高阶变异种，结果是个只知道吃肉的小丧尸。同样是搭档，自己的富贵怎么这么菜呢？眼见萧一的防护罩快要支撑不住，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不管这只蠢笨的小丧尸，先杀了能力较强的萧一，再把萧楚曦解决，最后还能得到3枚金盒。可对上苏洛那双满眼写着我不想死的眼神，他莫名心软了下来。齐星深深叹了口气，富贵啊富贵，你可真是个不争气的小废物，吃了那么多金盒也没进化，算了，就当在萧一面前树立一个好哥哥形象吧，不然再杀2个异能者肯定又会被基地大力追杀，到时候还要东躲西藏也挺烦的。于是他假惺惺的大声阻拦，你们有什么不满冲着我来，别动我妹妹。闻言萧楚曦也重声呵斥，放开我姐。行，我数1、2、3，我们同时放。为了防止这俩姐妹卸磨杀驴，齐星提前布置好一根藤条，偷偷向苏洛卷去，同时召唤出数根藤蔓攻向支撑不住的萧一。趁着他们解决藤蔓时，齐星一手接过藤条上的苏洛，一手挽着藤条迅速跳下半山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人一尸才从泥坑中爬出来。齐星抬头望着半山腰的面包车，脸色阴沉，我好不容易才收集到的物资。苏洛也长嚎一声，哦，我好不容易片好的肉还一口都没吃呢。随后齐星起身一把将他从泥里捞起来，先跑，那俩人可能还会追上来。他抱着苏洛快步钻进一旁的山林，山林的植物枯枝败叶颇为繁多，偶尔也会勾到快速穿梭的齐星，枝条在他皮肤上留下浅红色划痕，淡淡的血腥味从伤口散发出来，让怀里的苏洛发出无意识的嘶吼，也吸引出一些潜藏在森林深处的野兽。片刻后，几十只体型硕大的变异鼠一同朝这边冲来。齐星看着将自己包围的变异兽，不由得苦笑2声。他低头查看苏洛的情况，此时怀里的小丧尸脑袋和脖颈严重受伤，已经失去意识，而变异鼠是杂食动物，不仅吃人还吃丧尸。齐星只能认命地抱着苏洛和他们战斗，而昏迷的苏洛做了一个很长的梦。他回想起自己这是穿书了，从书中他得知齐星会成为最强反派，可最终还是会被主角团杀掉，所以他跟着齐星就是跟着反派，迟早要被正派消灭。这种事情不要啊！现在弃暗投明还来得及吗？苏洛一急猛地睁开眼，就看见四周全是断肢残骸，散发着浓浓的腥臭味，而齐星倒在不远处，他紧闭双眼，脸色苍白。苏洛赶忙爬到齐星身旁，看看他死了没。他颤抖地用手指探对方鼻息，还好还有气，没死。随后苏洛连忙抓着齐星肩膀想把他摇醒，可自己肚子却不合时宜叫了起来，眼珠子隐隐泛起红光，还未复原的脖子骨骼咔嚓作响，分明在担忧齐星，可视线却不由自主看向对方脖颈，好想咬上去。这狗男人怎么这么香，让他咬一口好不好？下一秒苏洛瞬间露出尖牙凑向齐星，可就在要触碰到脖颈时，他又硬生生把头转了过去。苏洛转念一想，他俩现在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齐星要是死了，那2人追来自己能独活才怪，可现在太饿了，跟齐星待在一块，他实在控制不住进食的欲望。想到这，苏洛望向四周，突然有了主意。他先将齐星拖到一处茂密的枯草丛中，然后拿汁液盖满全身，最后还把黄土抹在对方脸上，方便呼吸。做完这一切，苏洛才满意的拍拍手出去觅食。殊不知他刚走，装作昏迷的齐星猛然坐起身，他看着身上凌乱不堪的打扮，顿时哭笑不得。富贵啊，这是把我当尸体埋了吗？随后齐星使用异能感应到苏洛的位置，他快步朝着那边走去。而此刻苏洛回到齐星和变异鼠打斗的地方，看着地上挂满蛆虫的巨鼠，他实在下不去嘴，犹豫了好久，最终还是往兜里揣了2块干净点的肉，决定实在饿得不行再吃。又往前走了段路，苏洛意外发现一条溪流里还有鱼在游动，顿时兴奋起来。齐星总说他是个小废物，等自己带回去很多鱼，看看他还好意思说自己无能。于是苏洛一番摩拳擦掌后跳下小溪，可脖子方才遭受重创，脑袋到现在还是昏昏沉沉的，导致他看鱼也是歪歪扭扭的。明明瞄准了扑过去，却总是抓空，抓了半个多小时，结果一条鱼都没抓到，气得他无能狂怒，在水里激起一片水花，哈哈哈！藏在树后的齐星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苏洛被这声响吓得原地一蹦，他还以为有变异兽来了，慌忙摆出防卫姿势。富贵，是我。齐星从树后走出，看到熟悉俊美的脸庞，苏洛这才放下手。哦，原来是齐星这狗男人，吓死尸了。
富贵想吃鱼吗？齐星从地上捡起一片草叶夹在指尖，他手腕快速一转，那草叶便如刀刃般精准击中河里的鱼。苏洛连忙伸手捞起鱼递给他，齐星有点惊讶，给我的。苏洛点头讨好的把鱼放在他手心，还是齐星先吃，不然他肚子饿没力气。一会儿又来敌人，他们打都打不过。之后齐星又抓了好多鱼，苏洛也不管生熟狼吞虎咽就吃了起来，他身上的伤也开始慢慢愈合。刚填饱完肚子，苏洛就泡在水里看着齐星，即使刚吃过饭，这上好的肉还是馋得他直流口水。见苏洛一直猥琐盯着自己，齐星想了想，对他招招手，富贵过来一下。闻言，苏洛眼珠转了转，干嘛？他不太乐意去，生怕自己过去就忍不住咬齐星一口。齐星见对方不过来，低头在口袋里摸索出10几粒金核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苏洛看见金核，欣喜地睁大眼睛，立刻爬上岸跑了过去。齐星把包里的金核全都倒在他手中，吃了这个，你身上的伤应该就能好了。苏洛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捧着金核，情不自禁地冲齐星笑了笑，简直就差把义父2字写在脸上。齐星声音含着笑意，吃吧，得到应允。苏洛立刻捏起一粒金核丢进嘴里，吃了4颗，脑袋和脖子上的伤就已经完全好了。在吃下第5颗时，胃部突然传来一阵痉挛，还伴随着灼烧感。有了经验的苏洛很快就挺过去，但紧接着又是更难熬的饥饿感。他摸着自己干瘪的肚子，盯着齐星，用嘶哑的声音表达诉求，要吃。听到苏洛口吐人言，齐星有种自己宠物成精的怪异感，而苏洛只是愣了一下，就被更迫切的进食欲取代，像个刚会说话的宝宝一样望着他不停地喊。齐星只能将烤好的鱼递过去，苏洛接过鱼2、3口就吃完了，吃了3条后还盯着最后1条。齐星见状一脸无语，难得露出一丝脾气，饿了打嘴。苏洛胃里还是很空虚，但齐星都这么说了，他也不敢再索要，只能默默蜷缩在火堆旁。齐星拿着烤鱼慢条斯理的享用，而这鱼就是苏洛最初给他的那条，他慢吞吞的吃了一半，最后实在受不了苏洛流着哈喇子委屈巴巴的表情，还是把剩下半条给了他。看着苏洛吃完，齐星将火灭了，他举着火把，我们不能在这停留，得去找个能休息的地方。苏洛跟着齐星走了一会儿，忽然嗅到空气中一股腥臊奇怪的气味，他赶忙去拉齐星一脚，齐星立马回头看他，怎么了？有人？苏洛现在虽然可以说话，但口齿很不利落，他手指向气息的来源，努力向齐星表达自己的意思，对方很快就理解了，前面有东西吗？齐星连忙用异能感应，下一秒他瞬间睁开眼，富贵啊，那不是人，是熊，咱们换个方向走。怎料苏洛却拉着他手赖在原地，好饿啊！看苏洛一脸焦急，齐星故意道，可是哥哥现在又困又饿，没有力气，可能打不过熊。苏洛连忙指向齐星，又指向自己，挥动着小拳头嗷嗷叫着，他就不信2个人还打不过这笨狗熊。齐星被他逗笑了，富贵进化完厉害了哈，都敢和熊打架了。说着就用藤蔓将自己带到树上，富贵想吃那富贵去打，哥哥没力气了，在树上给你加油。苏洛此刻一脸懵逼地站在树下，他只能可怜巴巴地望着齐星，帮富贵吗？齐星气定神闲，富贵自己解决哦。苏洛被气得怒捶几下树干，结果用力过猛，手上的肉被粗糙的树皮刮破。他心疼地摸了摸受伤的皮肉，没几分钟，大黑熊就来到不远处警惕地打量他们。苏洛看着巨大的黑熊，吓得早已没了食欲，他很后悔刚才没有听齐星的话。这时树上的男人慢吞吞地伸了个懒腰，富贵搞快点啊，我困得不行了。闻言苏洛气得不行，这王八羔子不帮忙就算了，都这时候了还要逗他。他一气之下心一横，把剩下的金核全拿出来吞了。灼烧感瞬间席卷而来，为了给自己打气，苏洛用力闭了下眼。不知为何，在他闭眼的刹那，脑海中突然出现一种奇特链接，一群金色小点点在吱吱呼唤他。苏洛试着回应，这小点点像感受到号召似的朝他飞来。再睁眼，一群变异巨鼠就已聚集在苏洛身旁，他喉间发出怪异的咯吱声，竟无师自通掌握鼠的语言。在苏洛的带领下，这群口水直流的变异鼠一同冲向体型庞大的黑熊。黑熊发出令人身心俱颤的嘶吼声，立刻抬起熊掌拍向变异鼠。一时间，这片区域成了屠宰场，吱吱惨叫声回荡在丛林中，到处都是鼠们的残肢断骸。没多久，黑熊发现苏洛才是这鼠群的幕后操纵者，立马嘶吼着朝他奔来。苏洛见状，吓得拔腿就跑，但最终还是被这怪物追上，眼看就要被巨大的熊掌拍碎。危急之际，一根藤条瞬间缠上脚踝，把他拖了出来。苏洛感激地看向齐星，不料对方却诡异一笑。苏洛顿感不妙，脚上的藤条蓦地一松，正好和大黑熊来了个面对面，吓得他疯狂大叫。就在黑熊准备拍碎眼前的小不点时，藤条又一紧，苏洛再次被高高悬挂在空中，刚好在黑熊无论如何也碰不到的高度。这样来回几次，黑熊完全被激怒了，转而开始攻击藤条，而苏洛也被拉到齐星面前。齐星笑着将一把匕首塞到他手中，你刚刚做得很好。说完又把苏洛送到黑熊后背上，此刻他正在与变异鼠缠斗。苏洛趁此时机用力地将匕首插进黑熊伤口，他挣扎了一会，轰的一声倒地不起。成功宰杀黑熊后，苏洛立刻开始美滋滋地享用胜利果实。吃到最后，齐星忽然来到苏洛面前，捏着他下巴打量着，紧接着竟然用手指塞进嘴中一顿摸索。苏洛被这怪异举动搞得头皮发麻，惊恐地瞪大双眼望着他。齐星手指在他口腔内轻轻一勾，苏洛一下子就把嘴里藏的肉吐了出来。又不是仓鼠，干嘛往脸颊藏东西？富贵，你是在装可爱吗？苏洛咳得满眼泪花，羞恼地瞪了齐星一眼。我怎么知道？我就是看着这么多食物控制不住，想多吃一些，不由得就往脸颊里塞了。咳嗽完后，他又结结巴巴对齐星道：鼠听话。齐星嗯了一声，可能是因为你刚才吃了变异鼠首领的金核，他们就把你当作新首领了。苏洛恍然大悟的点点头，自豪地用手指抹了抹鼻子。我厉害吗？齐星先是一脸认可，富贵太厉害了，
紧接着又无情打击。不过富贵蜀王，你的下属们好像一场战斗就快死绝了。苏洛看着眼前的场景，兴奋劲也没了。他打斗的时候没想那么多，只祈祷自己别死就好。两人临走前还不忘挖出黑熊和变异鼠的晶核。之后一人一狮走了一整晚才出了山林。一夜没睡的齐星困惨了，而苏洛是丧尸，晚上不休息也没影响。好在他们发现了一辆自行车，于是苏洛载着齐星穿行在这田间小路上。他感觉好像回到了初中时代，莫名觉得很高兴。虽然不能唱歌，但为了表达喜悦，还是嗷呜了2声。怎料把后面睡觉的齐星给惊醒了，吓得他直接拔出了匕首，直到看着没危险才无奈道：“富贵啊，你吓死我了，吓死你才好呢。”苏洛不理会齐星的挖苦，仍旧嗷嗷唱着不成调的歌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两人来到一个村庄。齐星解决完丧尸，立马冲入厨房开始搜寻食物，但最终只找到些难以下咽的萝卜干。吃过东西后，严重睡眠不足的齐星打了个哈欠：“富贵，我得睡一会儿，你要是无聊的话就去外面玩，不过不要跑太远，记得在天黑前回来。”苏洛点头答应，悠闲地骑着自行车在村庄附近转悠，直至日落西山才想起齐星说的话。他立马骑车赶回村庄，结果来到村口的时候，有一行人从另一边走来，其中一个扎马尾的女人看到了他，向同伴示意着朝苏洛靠近。苏洛怕那些人中有异能者自己打不过，急忙蹬着自行车去找齐星。回到住处，看见齐星还在呼呼大睡，他很是震惊：“猪啊，这都睡一个白天了还不醒？”苏洛急忙扑过去推齐星肩膀：“快醒醒！”结果推了半天对方也没反应，他很是疑惑：“死了？”听到这话，齐星差点没绷住笑出来，在被子里使劲掐大腿才勉强忍住笑意。紧接着一只冰凉的小手在他脸上摸来摸去，手指颤抖着放在鼻子下面，感觉不到鼻息的苏洛立马傻眼了：“卧槽，真死了？难道是吃萝卜干毒死的？”他看着面前散发出勾人香气的美味大餐，咽了咽口水：“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吃了它？”但又转念一想，可齐星死了后谁帮我打架？谁给我找吃的？能不能杀了外面那帮人再死啊？他不死心的又推了几下，见对方还是没反应，苏洛实在没辙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呆呆的望着床上安静去世的齐星。这狗男人死的是不是太草率了？他努力回想那本小说的剧情和设定，下一秒像是想起了什么，苏洛突然露出尖牙凑向齐星，打算将对方也转化为丧尸，于是粗暴的撕扯齐星的衣服，结果一摸那温暖结实的胸膛就感受到了心跳。这时齐星也终于装不下去了，他睁开眼笑着：“富贵啊，你这个花季少师怎么能随便扒男人衣服呢？”苏洛气得小脸通红，恨不得一巴掌扇过去，但他打不过齐星，最后只能收回手，愤愤骂了句：“你坏！”一人一狮正打闹着，屋外忽然响起人声：“段圆圆，你真的看到有其他人吗？千真万确，你看，这不是自行车吗？这地上还有车胎印呢。我就说刚刚有小孩子在骑自行车，奇了怪了，这鸟不拉屎的地方除了我们还有活人，都闭嘴！”听到声音的苏洛也不跟齐星打闹了，趴在对方身上惊恐地看向门外。人怕。齐星拍拍他的背，声音温柔：“富贵不用怕，有我呢。”片刻后，三人进到屋内，段圆圆一眼就看到卧室门口堆放着的蔬菜干，她急忙转头看向一旁的男人：“秦风，那里有食物。”听到外面的动静，苏洛急了，这些蔬菜干是他特意收集起来给齐星吃的。于是苏洛连忙用手指指外面，又指齐星，对方立马就明白了，外面的食物是富贵白天给我找的。着急领功的苏洛连忙点了点头，骄傲的嚎叫一声，两人的对话立马就被外面的人听到。那个叫秦风的男人警惕地抬起手，指尖细小的蓝色电流闪烁着，他朝屋内怒喝：“里面的人别装神弄鬼，给我出来！”原本想去捡食物的段圆圆立刻逃回男人身后，他一脸疑惑：“里面有人吗？”片刻后，齐星从屋内走出，他从容不迫地面向三人自我介绍：“你们好，我叫齐星，和妹妹从云城一路逃到这里，我们看天黑了就想在此地借宿一晚。”三人看着一脸斯文的男人和躲在身后的小女孩，顿时放下戒备。但秦风的警惕还没彻底消除：“外面的丧尸是你们杀的吗？你是异能者？”齐星柔声回应：“是我杀的，我是木系异能者。”说着手指间射出一道莹润绿光，绕过众人笼罩在段圆圆身上。对方见状一脸警惕，立刻摆出防守姿态：“你这是要干什么？”可在这团绿光消失后，他也没感受到丝毫痛楚，手背的伤疤却消失了。段圆圆顿时睁大眼睛：“秦风，我手上的伤好了。”面对众人投来诧异的目光，齐星微微一笑：“我的异能没有攻击性，是治愈系。”此刻躲在身后的苏洛简直想给他鼓掌：“卧槽，牛逼！没想到齐星异能竟然是双系，简直是可杀可奶。小棋子，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？”因为治愈系是末世团队可遇不可求的异能，所以在知道齐星没有威胁后，秦风立马改变对他的态度。而齐星拥有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的本事，很快就跟三人混熟了。他还主动拿出苏洛白天收集的食物同对方分享。秦风也让队友曹元拿出一些干净的水给他。几人在这小屋吃饱喝足后，秦风语重心长对齐星道：“齐兄弟，我们队里正缺一个治愈系异能者，我看你也是个老实人，不如这样，你加入我们团队，保证只要你好好干，队里吃的喝的绝对不会少了你。”齐星立马笑着回应：“当然好啊，我正愁我的异能没有攻击性，遇到危险还保护不了我妹妹。秦哥您一看就是雷系异能者，肯定很强。”秦风故作谦虚：“还可以吧，我是 A 级异能者。”齐星闻言睁大眼睛夸张赞叹：“哇塞，A 级异能者，我从来都没见过。秦哥您真是太厉害了。”此刻玩着石子的苏洛听到这浮夸语气，不禁回想，上一次被齐星这么夸过的人已经被同类分尸了，而他也在齐星的介绍下成了一个只有婴儿智力的智障，这让几人对他的警惕一下就降低了。夜色渐深，几人各自回到房间休息。此刻苏洛毫无困意地躺在床上发呆，睡了一天的齐星正盘坐在沙发上修炼。然而没过多久，一些不堪入耳的闷吼呻吟声透过单薄的墙壁悠悠传来。异常清醒的一人一狮听到这声响，不由得大眼瞪小眼。苏洛虽然成年了，但还没有这方面经验，如今成了丧尸更是不可能了。在好奇
战斗力怎么都比你这个治愈异能者高吧？保护你妹妹还不容易？齐星此刻却在脑海中回想，富贵在森林里杀的那只变异黑熊等级在 B 级，那应该打得过这人。想到这，他才开口：“好的，就这么决定了。”部署好方案后，秦风直接抬手聚起一团雷光球朝丧尸群扔去，瞬间就炸死几只丧尸。丧尸们感知到危险，喉间发出焦躁不安的嘶吼声，于是更加猛烈地撞击院落的大门。眼见门即将倒塌，秦风从房顶跳下去，往丧尸群扔了好几个雷光球，硬生生在尸群中炸开一条路。而齐星拿着一根钢管紧随其后，灵活挥动手臂，轻松打爆一颗颗丧尸的头。苏洛在屋顶看他像打棒球一样杀丧尸，不禁哑言：这狗男人这样还能装柔弱吗？怎料旁边的段圆圆正一脸花痴地看着齐星：哇，富贵，你哥真是太帅了，不仅会治愈术，打架也这么厉害，怪不得能一直保护你到现在。身后的曹元闻言冷笑一声：不就是个小白脸，会治愈系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碰到危险不还是指望我们这些攻击系异能者？段圆圆不满地回头看他，治愈系异能要是没用的话，秦风怎么会留下他？我看你就是嫉妒人家长得帅。殊不知这话正好戳中曹元的痛点，他愤怒的一把掐住段圆圆的脖子：我嫉妒那个小白脸？笑话，我看你才是恨不得爬别人床吧。段圆圆一个普通人根本无力反抗，他被曹元扼住脖子，艰难开口：曹元放手，我快死了。而对方忽然改变主意，像小鸡一样把他倒挂在平房边缘。段圆圆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丧尸群，被吓得大叫：不要！曹元一脸恶毒的笑着：想活吗？他拼命点头：你脱光衣服跪在地上给我磕3个响头，我就放你回来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把这事告诉秦风。段圆圆泣不成声的回答：好，我给你磕。下一秒，他被曹元像丢垃圾一样扔到地上，哆哆嗦嗦的用手去解衣服的纽扣。对方嫌他解得慢，伸手就朝段圆圆衣领抓去。可就在这时，一旁默不作声的苏洛突然拔腿冲上来，他双手拽住曹元的衣服，一把将他扔下楼。片刻后，曹元狼狈解决完下面的丧尸，目光阴狠地望着房顶的小女孩。一旁的段圆圆正抱着她哭泣着，而曹元却未从对方脸上看出一丝恐惧。他心一横，抬手正想朝苏洛发射水箭异能，这时一根变形的钢管忽然从远处飞来，瞬间削掉他的耳朵。紧接着传来一道清冷柔和的声音：你这混蛋想干嘛？齐星面色阴冷，他一脚把曹元踹翻在地，抽出匕首就准备把这人变成苏洛的口粮。这时头顶传来一道磕磕巴巴的声音：哥哥不要！苏洛看到齐星那眼神就知道对方又想杀人了，虽然他也觉得这畜生罪有应得，但现在并不是最好的泄愤时机。齐星闻言放开曹元，跳到房顶将苏洛搂入怀中。秦风也在这时赶了回来，他看着地上捂着耳朵惨叫的曹元，厉声问：这怎么回事？对方像是找到了主心骨，抓着秦风裤腿一阵嘶声：秦哥，那个女孩刚刚把我推下房顶，接着齐星过来不仅削掉我的耳朵，还想用刀杀了我，他们都不是好东西。屋顶的齐星对曹元的控诉置若罔闻，他正抱着苏洛用手抚摸他的脸：富贵，你没事吧？身上有没有伤？苏洛闻到血气后便有些克制不住嗜血的欲望，他眸色发红，獠牙微露。幸好齐星反应迅速，赶忙用手掌挡住苏洛的脸，才没被3人发现。这时段圆圆突然控诉起来：老公，曹元在你走后就开始骂我打我，还想要摸我身子，你看我脖子上还有他掐的指痕。苏洛立刻装作被吓到的样子，把脸埋在齐星怀里，发出呜呜的声音。齐星见状也开始发挥：秦大哥，我家富贵胆子小的连蚂蚁都不敢捏死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？我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，妹妹的安全最重要，宁愿我死也不想她受伤。结果回来就看到这人居然想用异能攻击我妹，难道不是自己做了亏心事想要灭口吗？秦风闻言神色不定地看着满脸痛恨的曹元，又看向脖梗间尽是指痕哭得凄惨的段圆圆。他早就知道曹元对段圆圆有欲念，平时都是嘴上占点便宜，没想到这家伙野心越来越大，现在都敢上手，以后是不是直接就给他戴绿帽，取代他的位置了？想到这里，他像提只小鸡仔似的把曹元从地上抓起来，狠狠给了他一耳光：你个狗杂种，我走的时候跟你说过什么？让你保护好圆圆和其兄弟的妹妹，这点小事你都做不好，废物还敢给我戴绿帽？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秦风一巴掌扇着曹元的脸，对方被扇的脸颊肿胀，口吐污血，没多久就眼神涣散昏厥过去。秦风把他扔到地上，抬头望着齐星，一脸抱歉：不好意思，齐兄弟，这次是我没考虑好，我已经教训过他了，但莫师兄显然多力量大，明天的计划还需要曹元，我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如果下次再犯，我一定亲手杀了这杂种。齐星好像被他说动，严峻的脸色放缓：那我就再信秦大哥一次。回到住处后，齐星以不想再看到曹元为由，像昨晚那样抱着苏洛到隔壁屋子住下。苏洛这时才把脑袋从他怀里抬起来，齐星拿着手帕擦拭自己湿漉漉的脖子，他一脸无奈：富贵，你流的口水都能给我脖子洗澡了。苏洛呲着獠牙，尴尬地撕溜一下哈喇子。作为丧尸，有这么一块美味在嘴边，谁能不流口水？他也忍得很辛苦，好不好？齐星见状，笑眯眯地再次把他抱进怀里：哥哥今天心情好，为你点血吧。次日傍晚，一辆军用汽车开进村庄，那传闻中的一男一女终于来到此地。江月刚下车就被地上的尘土呛得咳嗽一声，他顿感不满：裴离，这是什么破地方啊，把人家裙子都弄脏了。对方闻言皱眉回应：没办法，我爸说这里的山林变异种太多，让我来清理一下。江月娇哼一声：那你自己过来就行，还非要让我也跟着过来受苦？宝贝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让你一个人在基地我怎么放心？裴离顺势用手臂环住她的腰身，俯身贴了贴江月的额头：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不跟着老公你还想去哪里？江月娇嗔道：谁是你老婆呀，臭不要脸！两人这番举动让趴在屋顶的苏洛一阵干呕，操他大爸，真恶心。而旁边的齐星一脸凝重，原来是裴指挥的小儿子，那确实棘手，不是我们现在能惹得起的。说完直接抱着苏洛从房顶跳了下去。与此同时，正想与怀中美人亲吻的裴离立马抬起头，
眼神凌厉地看向不远处的房檐。什么声音？一旁的江月不明所以。怎么了？裴离赶忙把他拽到身后。宝贝，这个村庄里可能有丧尸，跟紧我。这时按照计划行动的段圆圆突然从村口哭着跑向他们。救命啊！有丧尸在追我！蓦地跑出一个人。裴离下意识抬手，掌心红色火焰燃烧晃动。段圆圆知道这是异能者攻击的前兆，他赶紧举起双手大喊：我是人，救命！裴离直接无视对方的呼救，扬手把火团扔了过去。眼见即将砸到自己头顶，段圆圆内心恨透了这个馊主人，他绝望地闭上眼。那炽热的火团却从他上空掠过，砸向身后的丧尸。丧尸的嘶吼声在燃烧的烈焰中逐渐消失，腐烂的尸体瞬间化为焦炭。段圆圆腿一软跪倒在地。解决完丧尸后，裴离对他厉声呵斥，待在原地不许动，举起手。段圆圆被男人强大的气场吓得牙齿打颤，乖乖照做。随后裴离命令他脱光衣服，说完转头看向身后的江月，月月，你帮我检查一下他身上有没有伤口。江月白了裴离一眼，不情不愿的回应，还说舍不得我受一点苦呢，总让我做事。裴离挑眉笑了笑，那怎么办？我来检查你又不高兴。江月哼了一声，这才用手帕捂着口鼻，靠近瘫倒在地的段圆圆。段圆圆颤抖地把衣服脱下来，接受面前女人的审视。她的身材一下子暴露无遗。江月随便在她身上扫了几眼，确认没什么问题后，飞快挪开视线。好了，赶紧把衣服穿上吧。段圆圆哆哆嗦嗦把裙子重新套回身上，她被冻得不停打颤，双手交叉抱臂。江月看见她的动作，眼里闪过一丝厌恶。她从空间抽出一件外套，施舍般的丢到地上，穿上吧。对方赶忙把衣服裹在身上，轻声感谢。裴离反问：村庄里只有你一个人，还有没有其他幸存者？段圆圆流利地说出早就编好的谎言：我是和哥哥一起流浪到这里的，我哥哥是异能者，我是普通人。今天哥哥出门找吃的，我一个人在屋里，然后门突然被丧尸撞开了，我连忙跑出来就遇到了你们，谢谢你们救我。裴离追问：你哥哥是什么异能？水系异能。水系？对方想了一下，水系也可以，虽然攻击力不强，但是可以净化水源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竹月基地的管理员裴离，你如果信任我们，等我完成任务，你可以和哥哥一同回幸存者基地，我可以推荐你哥哥成为异能者小队的成员。段圆圆假装非常兴奋的回应：当然好啊，等哥哥回来我们就随你去。对了，你们要不要来我们屋子坐会儿？随后段圆圆领着二人朝村内走去，等三人的身影消失在路口，苏洛和齐星从一道围墙后探出脑袋。齐星忍不住吐槽：呵呵，说得好听，我们在前线冲锋陷阵杀丧尸，领导在基地抽烟喝酒开 party， 冒着生命危险完成的任务，就发几瓶过期罐头当奖励，领导的狗都比我们吃得好。齐星一边说一边和苏洛从墙后跑出来，鬼鬼祟祟溜到裴离和江月的军用车旁。齐星快速研究了下，这辆军用车的锁眼有点复杂，他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打开，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得看秦风那边计划能否成功，说不定还有便宜可捡。于是齐星又拉着苏洛回到屋顶，两人一上去就看见裴离正被丧尸群围攻，而他还不忘叮嘱身边的女人：月月这里危险，你快回车上。江月跑后，裴离刚追出2步，隐隐感觉不对，蓦地往旁边一闪，堪堪躲过从背后扔来的雷光球。还没等他松口气，又有2发水刃紧随而来，有埋伏。裴离这才意识到他俩被暗算了，本想嘱咐江月，结果一回头，对方那边也是大片丧尸，哪来的蝼蚁也敢偷袭他？裴离咬了咬牙，手心聚起火红的赤焰往江月那边用力一挥，点点烈焰宛如流星般从天而降，这招一下就灭了大半丧尸，让江月有了些许喘息时间。裴离冲他大喊：月月，从你空间再拿一辆军用车躲进去。江月这才从惊恐中回过神，立马从空间戒指中召唤出一辆重型军用车，几吨重的军车轰的一声落在地上，他急忙打开车门钻了进去。趴在房顶的苏洛和齐星看到这一幕，异口同声：操，还能这样？江月安全后，裴离便可以专心对付秦风和曹元。齐星看到这里就失望的摇头：不行，这根本打不过，快走！怂了吧唧的苏洛只想快点远离这可怕的二人。齐星正欲带他离开，却被秦风出卖，对方高声大喊：齐星，你的治疗呢？裴离顿时也扭头看向他们这边，还有人。这时齐星抬到一半的脚霎时停滞住，在短暂怔愣的1秒钟内，他立马抱住苏洛，一只手臂牢牢揽紧他，另一只掌心蹦出绿光击向地面，粗壮的藤蔓经过异能的催化，闪电般冲出地面，缠住齐星的腰身，以极快的速度将他俩带离此地。两人来到村口的军用车旁，发现搅完浑水就跑的段圆圆也在此处，看见他俩女人焦急地迎上来：只有你们，秦风呢？打不过死了。齐星一边简洁回答，一边用刚配的钥匙快速打开车门，他把苏洛放进副驾驶位，自己跳上主驾驶。坐在车上的苏洛磕磕巴巴对段圆圆道：快上车！段圆圆自听到齐星的回答后，双眸就失了焦，忽然他勾起唇角对苏洛惨笑了下：我就不上了，我什么能力都没有，拖累秦风还说得过去，就不祸害你们了。富贵，你是变异种吧？我昨天看见你的眼珠子变红了，难怪你不怕曹元。段圆圆顿了顿，深吸一口气：你能咬我一口吗？我也想做变异种，要是其他丧尸咬肯定很疼，被你咬我觉得不会那么痛。苏洛看女人眼圈红得厉害，却没有像之前那样落泪。段圆圆脱掉身上华贵的外套，只穿着自己的裙子，她踮起脚身子向前倾，露出洁白的脖颈，努力拥抱着苏洛：咬我吧，富贵，求你了。苏洛鼻尖满是对方身上芬芳诱人的香气，却丝毫没有食欲。裴离很快就会追过来，没有时间让他犹豫。苏洛张开嘴，露出獠牙，在段圆圆脖颈上狠咬了一口，之后迅速把他推出去，关上车门。段圆圆被推倒在地，眼里却满是笑意。军用车的引擎发出野兽咆哮般的轰鸣声，沉重的车身终于缓缓启动。苏洛整个身子都趴在车窗上，他看到坐在地上的段圆圆在笑着朝自己挥手，可下一秒忽然两眼翻白，口吐白沫倒在地上。再起身时，段圆圆四肢扭曲到非人状态。
仰着脸在空中用力嗅闻几下，而后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飞快朝村内跑去。在之后苏洛也看不清了，他无精打采地回到前座，闷闷不乐，拖着脸。虽然对方也算不得好人，但和齐星一样对他来说是好的。在那本小说里，并没有写被变异种咬后会不会变成同类，所以苏洛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完成段圆圆的心愿，只能一脸疑惑地看向齐星。他会变吗？还在开车的齐星愣了一瞬，才明白他的意思。富贵是想问我那个女人会不会变成变异种吗？目前上面研究得出的结论是，成为变异种的人类大部分生前都有某种执念，如果他的执念足够强大，那么就有很大几率由丧尸突变成变异种。所以段圆圆能不能变成变异种，还是要看他自己。天色早已暗下，苏洛又回头看了一眼黑漆漆的后车窗，最终落寞地垂下眸，轻轻叹了口气。片刻后，他脑海里链接了一个小点怦然炸开。苏洛坐在副驾驶，猛然睁开眼，一对眼珠子瞪得溜圆。他知道段圆圆已经死了。没跑多远的一人一尸，第二天下午又返回了村庄。裴离和江月看样子已经离开了，而苏洛也在一堆残骸中找到段圆圆被烧焦的尸体。趁齐星去收集食物时，苏洛在村边找了处田地，刨了个很深的坑，把它放进去。填土前，他把头上的发夹摘下来，放到段圆圆旁边作为补偿。虽然这就是对方送给自己的，可他身上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贵重东西了。做好这一切后，齐星正好也收集完物资走了过来。他看到苏洛堆的小坟头，沉默了一下。这里面是段圆圆。苏洛埋葬完，心情轻松了些。他点点小脑袋，怪不得你非要回来，原来是给段圆圆收尸来了。齐星用手摸了摸下巴，神色古怪地看着这个小坟头。你们才认识几天啊？你对他还怪好嘞？这是嫉妒了。苏洛想了一下，缓慢结巴道：你死我也烧。齐星转头看他，我死了，富贵也会给我收尸立坟吗？苏洛抬头看向他，应了一声，对上苏洛认真的眼神。齐星这次真的笑了，那倒不用，挖坟多麻烦啊！要是哪天我真死了，富贵直接把我吃掉就好，这样我就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。只要富贵不死，我也算永生了，这样我们就能永远共存。可就在这时，背后突然传来一道阴冷的声音：还没死呢，就开始选坟地了吗？